如果有一群人突然从海上出现，摧毁一个国家，然后又像从没存在过一样消失，你会觉得这是历史还是传说？在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世界遭遇了一连串来自神秘群体的袭击，他们被称为海上民族。这些善于航海的战士仿佛凭空出现，向沿海城镇和整个地区的贸易网络发动毁灭性进攻。他们的身份和动机至今仍然笼罩在迷雾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在青铜时代的大崩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导致当时一些最强大的帝国相继倒下，包括赫梯帝国、迈锡尼文明以及米坦尼王国。关于海上民族的当代资料极其稀少，而且现存记录也难以解读，主要在埃及出土的古代石刻和泥板提到过多次海战，但几乎没有对海上民族做出明确说明。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曾与3位伟大的法老交战，其中包括拉美西斯二世，也就是著名的拉美西斯大帝。在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一段铭文中曾写道，他们从海上而来，乘坐战船，无人能够阻挡。更令人费解的是，关于海上民族的证据本就稀少，而他们又突然消失，就像那些被他们征服或摧毁的文明一样。公元前1178年之后，再也没有关于海上民族的铭文或记录出现。尽管如此，学界仍提出了多种理论，试图解释他们的起源与消失。有观点认为，海上民族可能是被特洛伊战争驱逐的人群，或是来自中欧的多个航海部落的联合体。至于他们最终是融入了其他陆地社会，被新的强大文明消灭，还是如同现有记录所暗示的那样，仿佛从地球上彻底消失，至今仍然无人能够给出确切答案。公元1000年左右，维京人第一次扬帆驶向格陵兰，那时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是什么。经过15天的航行，25艘船中只有14艘成功抵达格陵兰海岸。他们发现这片土地并不像名字听起来那样冰冷荒芜，那里有大量动物，可以提供肉、脂肪和象牙资源。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维京人控制了格陵兰，并建立了2个主要殖民地，人口规模一度达到数千人。然而历史却显示，这些殖民地在15世纪初到中期之间突然消失。早期的解释认为是维京文化的固执害了他们，他们坚持传统的农业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适合格陵兰寒冷多岩石的环境。但更近年的研究发现，维京人其实确实在适应气候与环境，因此他们的消失更可能与政治变动有关。关于格陵兰维京人的最后记录是一块铭文以及3封写于15世纪初的信件。信中提到一对新婚维京夫妇因为航行途中偏离航线，被迫在格陵兰避难。奇怪的是，这些信件里完全没有提到任何灾难或危机，仿佛他们的消失是在毫无预兆中发生的。400年后，欧洲人再次来到格陵兰，只发现了维京人的废墟，却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后来，科学家在一座曾属于维京定居点的湖底淤泥中进行放射性探测定，发现维京占领时期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农业生产越来越困难。如今主流观点认为，干旱可能是导致维京人消失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也有人质疑，以维京人的适应能力，他们难道真的找不到办法应对水源问题吗？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格陵兰维京人消失的全部真相。而类似的谜团也发生在非洲，阿克苏姆王国曾统治着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大片土地。从公元1世纪到10世纪，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文明之一。关于这个帝国的兴衰，我们仍知之甚少，但可以确定的是，阿克苏姆人极具创造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他们建立了一个令邻国羡慕的繁荣经济体系。一种理论认为，他们之所以迅速崛起，是因为掌控了关键贸易路线。凭借王国的战略位置，他们连接欧洲、非洲与亚洲的贸易网络，利用黄金、象牙等资源换取铁器、钢制武器和香料。贸易积累的财富让他们能够雇佣最优秀的船队与战士，不断扩张领土。他们还是卓越的建筑师，如今在阿克苏姆仍然矗立的巨型石柱和方尖碑，正是他们辉煌的见证。气候变化也可能在他们的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地质记录显示，在公元1世纪左右，气候发生了转变，生长期延长，农作物可以1年2熟，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粮食。但即便如此强盛的文明，也无法永远屹立。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王国逐渐衰弱。到了公元960年前后，阿克苏姆王室被一位传说中的女战士推翻。关于这场衰落的原因，
一种理论认为，长期干旱逆转了曾经让帝国繁荣的气候条件，导致农作物减产、饥荒蔓延、人口锐减，使王国变得脆弱，最终遭到外部势力入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阿克苏姆可能毁于一场神秘瘟疫，或类似于后来席卷欧洲的黑死病那样的大规模疾病，几乎摧毁了他们的人口结构。如今，阿克苏姆遗址中仍然矗立的方尖碑和大量文物，见证着这个曾经辉煌帝国的成就，也让人不禁思考，如果他们再延续几百年，历史会不会完全不同？而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还有一个更加古老、更加神秘的遗址——恰塔霍玉克。这个距今约9500年的聚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定居点之一。鼎盛时期，这里是一座由密集泥砖房构成的城市，占地约34英亩，人口可能达到8000人。由于年代极其久远，我们对这里居民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他们留下的遗物。直到1961年，考古学家才开始对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发掘工作由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主持。据现任发掘负责人回忆，他之所以选择在那里挖，是因为地表已经能看到强化的痕迹。随后的挖掘发现了成千上万件文物，其中包括极为罕见的人类头骨装饰品，有些头骨被抹上石膏重新塑形。尽管我们对恰塔霍玉克的居民所知有限，但证据显示他们拥有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结构。所有房屋几乎大小一致，没有明显的权力中心，这暗示他们可能实行了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制度。每个家庭拥有的物品数量也大致相当，似乎不存在明显的财富差距，但这种平等社会也可能存在代价。考古发现中大量带有骨折痕迹的头骨说明，那些不遵守群体规范的人可能会被投掷石块惩罚，虽然通常不会致命，但显然是一种社会排斥方式。尽管恰塔霍玉克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个古老聚落最终还是消失了，只留下充满谜团的遗迹。关于他们的离去有几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干旱或气候变化等环境因素迫使他们离开，另一种理论则认为随着周边地区出现新的文明形态，经济或社会结构发生改变，居民选择迁移到其他地方，他们可能把原来的城市当作墓地使用，逐渐放弃居住，让这座曾经繁荣的城市慢慢崩塌为废墟。而在太平洋深处还有一个更加著名的谜团——复活节岛。复活节岛最为人熟知的是那些巨大的石像，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建造它们的人，以及他们神秘的消失。拉帕努伊人大约在公元1200年前后抵达这座岛屿，那时这里森林茂密，生态资源丰富，早期居民凭借高度适应能力发展出先进的农业技术，在孤立而严酷的环境中成功生存下来。岛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被称为摩艾的巨型石像。随着时间推移，拉帕努伊文化逐渐繁荣，同时也越来越沉迷于建造这些石像，数量不断增加，最终岛上矗立着超过900座摩艾石像。这些石像每一尊重达数十吨，最大的一些重达75吨以上，高度超过30英尺。它们由火山岩雕刻而成，被安放在岛屿各处的石台上。精细的雕刻和独特的风格显示它们在宗教与社会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如今，这些石像是拉帕努伊文明留下的最重要痕迹，同时也可能是他们衰落的关键线索。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人口不断增长，拉帕努伊人开始大规模砍伐岛上的森林，用来开垦农田，并将原木作为滚木运输巨大的摩艾石像。到了16世纪，岛屿的生态系统已经被推到了极限，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土地不再足以支撑原有的生活方式。没有树木，就没有木材造船，没有船，他们既无法远航离开，也难以进行深海捕鱼。食物资源开始匮乏，人们不得不捕食老鼠，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走向自相残杀，以求生存。拉帕努伊社会的崩溃迅速而残酷。当欧洲人于18世纪抵达这座岛屿时，看到的只是昔日文明的残余，而那些曾经建造出震撼世界巨石像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拉帕努伊人并非单纯因为生态崩溃而灭亡，而是主动缩减社会规模，调整结构，以适应环境变化。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个文明的兴衰仍然是一则发人深省的故事。它提醒我们，当人类过度消耗土地与资源时，即便再辉煌的文明，也可能在短时间内走向崩塌。